努比亚 Z50S Pro 带着全新的35毫米光学主摄来了，在宣传中呢，它是非常厉害的。今天呢，咱们得看看它的真实表现怎么样。35毫米镜头之前我们聊过啊，简单的说呢，它是符合人眼注意力视角的镜头。那人眼的视角啊，有些人加上余光呢，可以到180度，但是注意力的视角呢，一般都是60度左右。那譬如说，你觉得什么东西好看，什么东西好玩，你被它吸引了，实际上呢，就是你的注意力被吸引了。那么这个视角呢，一般都是60度左右。而35毫米镜头呢，也是这个视角，所以它是非常符合人眼注意力视角的镜头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称之为人文镜头的原因。还有呢，就是各大相机厂商、镜头厂商也在不停的生产35毫米镜头，而且都是牛头啊，1代、2代、3代一直在不停的生产，可见它的需求量是多么的大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在宣传中 ，Z50S Pro 说它自己主摄的通光孔径啊，比现在任何一台1英寸底主摄的手机都要大。那么这点呢，其实是很好算的。只要知道镜头的等效焦段，知道光圈大小，知道感光器大小，就能算出来。你们看它主摄就是中间这颗镜头啊，它的前镜组大小就是这个直径，确实是我见过所有手机里边最大的啊，就是你们能看到的这个最前面这片镜片啊，确实非常巨大。还有就是在现在已经曝光的主摄模组，从这体积上看呢，也确实不比1英寸的小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实际表现怎么样啊。那正式测试前呢，还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。拍得不好，抛砖引玉，主要是希望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前面的照片就是这台手机所拍摄的，当然了，是台手机就能拍，不光它能拍，关键是您得参与到摄影中来才行。欢迎收看ZPH，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虽然说我们提前拿到了这台手机，但是我们可以说任何我们想说的话。那下面就来看看它在影像方面的表现怎么样吧。Z50S Pro 后摄是3颗镜头，主摄、超广角还有长焦镜头。在拍摄界面中给了5个焦段切换按钮，而且全都是用等效焦段来标注的啊，这点我很喜欢。其中13、35、80是光学焦段，50、170呢是数码变焦，而且用手动滑动变焦的时候啊，同样有等效焦段来标注啊，这点我也是很喜欢的。努比亚 Z50S Pro 保留了人文街拍模式，而且在机身上有一个物理开关，在熄屏状态下就可以直接进入人文街拍模式。这模式里啊，不但有不同于默认模式的色彩滤镜，还有模拟银盐胶片的各种拍摄效果。现在就是默认模式跟人文街拍的对比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那我觉得啊，人文街拍的色彩呢更稳重点。现在是默认跟人文街拍中的复古银盐加细颗粒模式的对比，影调的区别呢就更大了。现在是默认跟人文街拍中复古银盐加粗颗粒的对比，那右边明显比刚才就更沉稳了。那以后有这台手机的朋友啊，可以根据拍摄内容来选择影调啊，很值得研究，可玩性还是很高的。但是我们节目对这些可以更改的影调啊、明暗啊都不是很看重，这些呢大家自己看自己做主就行。我们更在乎的是不可更改的光学素质和解析力等，这些代表了设备的制造成本，代表了您花的每分钱值不值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从每颗镜头各种应用场景来聊聊这台手机啊。我们先从主摄开始聊。硬件参数呢，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还没有开发布会，我们知道的也不全，但是它不管是什么参数也改变不了结果。哦，对了，这次从感光器到镜组都换新的了啊，感光器的个头也大了。35毫米镜头跟其他手机的主摄视角是不同的，它更接近人眼注意力的视角。那比如这几组照片，大家都能从照片中看出来是什么地方吸引了我吧？我就坐在那儿或站在那儿，看见什么想拍的呢就拍了。
35毫米主摄拍出来的主体啊很清晰，在背景中呢也不会出现过多干扰主体的景物。还有前面摄影环节你们看到的照片，那我就是看到了就拍下来，没有时间去前后移动找位置什么的，被照片框住的景物啊还就是很合适。那所以啊，35毫米镜头被称为人文镜头，它是有原因的呀。那其他手机主摄拍出来的照片大毛病倒也没有，它就是主体没有35毫米镜头传达出来的清晰，那背景呢也乱一些啊，容易干扰到主体。那说到背景啊，这台手机的主摄背景虚化能力还是很了得的。记得当初刚有1英寸主摄概念的时候呢，其中一个宣传点就是浅镜深的背景虚化。那现在看到的就是 Z50S Pro 的主摄和其他1英寸主摄手机的对比，那背景虚化的差别是很大的，哪边的效果好呢，是一目了然的。那 Z50S Pro 的背景虚化能力强啊，主要是因为等效35毫米的镜头，加上大于 f1.6 的光圈和加上大底。但是背景虚化它是否好看，能像奶油那样的润，那这就得看镜组的光学水平高低了啊，这就是制造成本的问题了。哦对了，这颗35毫米的主摄呀，很适合拍人像，很适合在暗光下拍人像。那这点呢，我们到专门的人像环节再说啊，这里先点一下。回到默认设置的拍照上来，那照片的色彩还是不错的啊，有点暗调的感觉。中心解析力没有问题啊，稍微有些锐化。那镜组的光学质量啊，也就是边角画质的把控上呢，还是稍微有一些下降的，但是也属于高水平的范畴的。再看一组样片，场景呢绿油油的啊，但是拍出来呢并不刺眼，颜色还不错。同样的，中心解析力没问题，边角画质呢稍微有些下降。现在是普通模式跟高清模式的对比，主摄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但是解析力呢提升的不明显。那再说超广角镜头，同样的具体参数呢以发布会为准，我们是提前拿到的机器啊，参数知道的还不全。从样片中可以看到，超广角跟主摄的视角差距是非常巨大的。那毕竟超广角的等效焦段达到了13毫米。那其实我也认为，自从手机有了超广角镜头之后啊，主摄应该往经典的焦段上做一下了啊，别老充当广角镜头了。那中心解析力挺好啊，没有什么锐化。镜组的光学质量呢，也就是边角画质的把控方面呢，就说还行吧，相对于13毫米的超广角来说还行啊。再看一张样片，同样的中心解析力是可以的啊，边角画质的下降呢是明显啊，但是在13毫米的超广角当中呢可以接受。那超广角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但是跟普通模式比呢，解析力的区别不大。那再说长焦镜头 ，Z50S Pro 配备了一颗等效80毫米的长焦镜头，那相对于主摄来说呢是 2.3 倍，相对于其他手机来说呢是 3.3 倍。那先说对焦啊，从这段录屏中呢可以看出来，这颗长镜头的对焦效果还是可以的。现在是主摄和长焦镜头的对比，虽然说长焦镜头的像素不高啊，800万像素，但是在拍摄远方的时候呢，相比主摄来说还是有优势的。现在是80毫米跟170毫米的对比啊，那170毫米呢就是这颗80毫米长焦镜头的数码变焦，所以呢解析力的差别呢也不是很大。再说前摄的表现，那这回呢只有自拍，这前摄录像我忘了录了，那咱就先说自拍吧。那自拍的效果呢，从照片上看呢，我觉得还是顺眼的，稍微有些美颜啊，但是肤色还有背景的颜色呢都挺好看。人像是这台手机的重头戏，因为35毫米的主摄啊，拍人还是很不错的。其他手机的人像模式啊都会避开主摄，那是因为23、24焦段的镜头拍摄人像呢不是很好看，而 Z50S Pro 的35毫米的主摄拍人像呢就没问题。从这些样片上看，我的肤色没有被特意的提亮，但是看起来呢肤色还是挺稳的啊，也挺润，背景的颜色呢也好。不过这台手机最厉害的还是夜景人像，其他手机拍摄人像的时候都是用中长焦镜头来拍，可是手机中最强的是主摄呀。那现在的照片呢，就是我夜里跟朋友出去玩随手拍的，他们看后呢也都非常喜欢，照片的质感很棒，尤其是人物的质感，夜景的氛围也足啊，人物的肤色也润，没有故意的提亮肤色啊，整体的颜色看起来很厚实，人像的质感很到位。如果你是个有夜生活的人，那就放心用这台手机给朋友拍照吧，会得到他们的肯定的。我们的节目有一点好啊，就是可以跨视频横向对比所有手机。现在是主摄跟超广角的直出扩张度测试，那老观众应该能看出这台手机的水平了。虽然说这台手机还是工程机，软件也是测试版本，但是表现还可以啊，亮部跟暗部的细节都有展现。再说夜景的表现，现在的场景啊是北京的钟楼，从视频里可以看到当时的环境是很暗的，除了几盏路灯呢就没有其他照明了。那这台手机的直出效果会怎么样呢？还不错吧，把环境都拍出来了，还有远方的建筑，甚至能看到天上的星星，这还是直出啊。那夜景模式的表现会怎么样呢？
有点夸张啊，细节展现的还是很到位的。在比较繁华的地方，这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直出应付起来都没有问题啊。没错，这台手机是可以永久关闭自动夜景的，成像很快，就算到了整体更暗、光比更大的场景，它的直出表现也是很好的。这是我们节目经典的夜景测试场景，就是可以跨视频横向对比所有手机的场景。那老观众肯定知道这台手机的水平了，表现呢肯定算得上优秀。但是目前这台手机有个问题，就是在极暗的环境下，它的夜景曝光时间也就1秒左右。你注意看画面啊，按下快门之后，真正的曝光时间也就1秒左右，剩下的转圈圈呢是降噪还有后期处理的时间。那要知道 vivo、三星等手机在同样的场景纯曝光的时间就要5到7秒。不过就算是只有1秒左右的曝光时间，这台手机在极暗环境的细节呈现还是可以的。那这个经典的健身器场所放大看的话，它的细节呈现还是够丰富啊。我特意问了厂家，努比亚表示目前仍是测试版本，夜景优化的固件一直在开发当中，我们 ZPH 到时候也会继续跟进。录像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用社交软件录制呢也是这个效果。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的表现，防抖跟解析力都挺好啊，颜色也挺好看，而且跟拍照的颜色呢很接近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同样的解析力跟防抖呢都没问题，色彩跟主摄也是很接近的。现在是长焦镜头的表现，防抖就说还行吧，但是比主摄跟超广角呢还是要差一些的，解析力跟色彩都挺好。现在是夜晚主摄录像的表现，解析力呢倒是挺高，但是防抖呢和白天比呢还是要差一些的。那超广角在这么黑的场景啊就很难应付了，不过防抖还是不错的。工业设计方面，努比亚 Z50S Pro 的造型在我眼里啊是好看的，硬朗大方。背部的整体造型啊，就是要营造一种影像很厉害的感觉，而且我觉得它也做到了。直板的正面，直板的背面，但是有圆圆的四角，配上圆圆的后摄造型啊，还挺协调。屏幕的观感很细腻，处理器用的是最新的领先版骁龙8 Gen 2，那性能呢不用担心，还有5100毫安时的电池。但是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啊，对硬件跑分啊不在行。那下面我们就直接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努比亚 Z50S Pro 的全新35毫米光学主摄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首先它有着优秀的视角，同时呢还有优秀的光学性能、优秀的背景虚化、优秀的人像拍摄，尤其是夜景人像的效果啊非常出彩，我和我的朋友都非常喜欢。超广角的视角很广，长焦的对焦性能不错啊，超广角跟长焦的表现呢可谓中规中矩。直出宽容度的表现理想，那夜景的表现主摄跟超广角也有很好的直出效果。录像的表现，白天主摄跟超广角都很好啊，长焦的防抖呢也算及格了啊。夜晚录像呢，主摄的防抖再加强一些就好了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的内容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。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